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漫新不增加第10季第7集。每周的步道都是又臭又长，人们都等不及了还不结束，还是辛巴小小威胁了一下，牧师还慢悠悠念出了阿门，凌腾了一早上的教诲，让全家人饥肠辘辘。于是回家途中去超市吃了顿早午饭，这里也算是他们常去的用餐地点了，几乎每周天都会过来吃掉免费食物。有一说一，辛巴确实是个省钱鬼才，他是很会钻这些空子的，将插着免费食物的牙签，省下了烤鸡和啤酒，把别人用来贩卖的物品也给强行免费。都来过这么多次，孩子们也早已轻车熟路。小妹选择是素食区，小新则是巧克力爱好者。辛巴来到冰箱面前，想找个普通口味的冰淇淋，无奈靠近里面他够不着，于是抱着新小妹塞了进去，想让女儿帮自己找找。刚开始他有半截身体在外面，之后整个人都进入了冰箱。若不是辛巴发现及时，这小姑娘就要被他爸冻成冰棍了。辛巴倒是丝毫不关心女儿的身体，眼里只有吃。路过鱼缸的时候，又被大龙虾吸引了目光，他又想发挥传统异能，插到就是自己的，但活物可不会任由他摆布。店员直接报了价格，8美元一磅。辛巴简单算了一下，确认过眼神，是他吃不起的虾。正打算放弃的时候，一个天才想法在他脑海中萌发，他可以买个小的，然后将它养大。刚回到家，辛巴就将小龙虾放进了鱼缸。小妹见状，忙告诉爸爸，龙虾要用盐水养。辛巴当然知道，只见他拿出了一罐盐，就不要钱似的往里倒。龙虾倒是活了，小鱼都要快成鱼干了。几次调试之后，很好，大家都可以躺在正中央了。这时小妹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，看样子是刚在冰箱里被寒气入体了。辛巴不会是计划通，居然还插了个感冒药回来。一大早，辛巴又起床做饭了，又是煎蛋又是培根，看起来很是丰富。辛巴还以为这货是突然转性了呢，没想到人家是在讲宝贝龙虾呢。这时小妹也起床了，还没说话，又是一个大大的喷嚏。辛巴摸了摸女儿的额头，竟然发烧了，忙打电话给学校，打算给她请假。作为一个优秀小学生，小妹自然是1节课都不愿意落下，但辛巴也很坚持，为女儿的健康，说什么也要让她留在家里专心养病。被迫留在家里之后，小妹还是无法安心休息，在卧室看起来动物科普。辛巴可不是留来让她用脑子的，于是就将小新电子游戏拿给了女儿。小妹没了办法，只得一脸不情愿的玩起了游戏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她十分的冷漠，就这儿最好玩的游戏就这儿，然后几个小时之后就变成了好耶，再过4关就可以解锁下一个区域了。她正玩在兴头上，忽然突然挡住了屏幕，原来是给新小妹送作业来了。她还带来了一本要看的书《柳林风声》。这刚刚被打断的时候，游戏的大 boss 已经打倒了主角，这自然又激起了新小妹的胜负欲，书也不要了，又拿起了游戏手柄。父女俩现在是一个沉迷养虾，一个沉迷游戏。早上辛巴来看新小妹的时候，她还匆匆将电视机给关掉。辛巴估计女儿的病好的差不多了，就想过来问她要不要准备去学校。学校怎么可能？游戏都还没通关呢。小妹立刻表现出一副虚弱的样子，我不知道，我可以试试。辛巴见她这么虚弱，怎么还忍心？连忙让她就在家里好好待着。倒是一旁的小新颇为不满，为什么她可以不摸额头就待在家里，自己却次次都需要严格检查？辛巴告诉儿子，这是源于对8年从不撒谎的信任。听到这话，小新没意见了。又过了整整3天，小妹还没有上学，她一面装着柔弱，假装受病毒侵袭，一面又肆无忌惮打着游戏，享受母亲的格外关照。都到这时候了，辛巴怎能还没识破她的把戏？不由分说，就让小妹送去了学校。我可能会传染给别的孩子，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。刚一回来就准备考试，是小妹万万没有想到的。虽然葫芦蛋是将作业带给了她，但她连翻都没有翻开过。这才是真正的游戏结束了。考试的时候，别的孩子在奋力答题，只有小妹拿着试卷看得云里雾里，什么的什么是个什么。她感觉脑子一片空白，仿佛已经能预见因为自己考了0分而被哈佛校长拒之门外，并且她的档案也被转到了司机奥托曾铎学校。小妹被自己的幻想吓得不轻，胡夫看到这小姑娘不太对劲，就过来询问。对待好学生，老师总是格外温柔，得她有些不舒服，就让她出去喝杯热水。不过回来之后必须得继续考试。转小妹急得团团转，就查烧香拜佛的时候，正巧遇到利用假人逃课的小新。面对哥哥的询问，小妹将自己的处境告诉了他，她还真找对人了。小新有办法能让她考出高分。他将小妹带到男厕所，打开第1扇门，小胖子正端坐其中。老师级考试科目，胡夫老师柳林风声。小胖子翻找了一下，递给了小妹一张纸，上面完完整整记录了考试的答案，这都留下好几年的积蓄啊！小妹看到的第一反应是拒绝，表示宁愿得0分也不会作弊。听她这么有骨气，一旁的威利忍不住称赞道：“好姑娘，0分也能过得很好啊！你看我就是。”看着威利那用手偷马桶的样子，小妹人都吓傻了。钱给你，不用找了，标准答案就是标准答案。小妹这次神迹不仅创下历史新高，就连被复印机漏掉一道题都给答对了。当初的小龙虾已经长成了大龙虾，可辛巴似乎还觉得不够，又将它换到了家庭泳池里，还用香肠去喂它。随着这些日子的相处，这一虾一人也产生了感情。但他这体型也确实到了该吃的时候了。不想辛巴烧好了开水，辛巴却不愿意了。看着怀中的大龙虾不灵不灵的大眼睛，他心软了，还想让妻子也心生怜悯。然而这下可不是对谁都充满善意，直接一个钳子夹住了辛巴的鼻子，
最终在辛巴的保护下，全家人不仅没有吃成全虾宴，还得被迫接受一个新的家庭成员，而且这个虾吃的饭比人都好。眼看大家又要吵了起来，辛巴忙打圆场，他拿出辛小妹那张超高分的试卷，表示没有龙虾，这也是很有意义的晚餐。那样的诚意对辛巴来说是骄傲，可对于辛小妹来说却是耻辱。她气急败坏，愤怒说：“讨厌所有的人都以自己为骄傲。”小新安慰妹妹：“游戏学习两不误，这件好事儿啊。”她当然不会知道，依靠作弊得来的和凭实力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天，小胖子找到了辛小妹：“嘿，明天答案要吗？你把我当做什么人了？我不要你的脏答案，得了吧，作弊小姐。”小妹一听到这个称号，立马硬气不起来了。现在她只希望自己从来没有作弊过。这时，校长声音在广播响起，让小妹过去一趟，讨论关于考试的事情。她本以为是作弊的事情被发现了，没想到是自己成绩太高，是学校水平过了评估标准。校长说，学校现在已经有资格申请援助基金了，是有史以来最荣耀的时刻，还说这些都是辛小妹的功劳。校长将她夸那是天上有地下无的，本意是表扬这个好学生，没想到回应她的却是一个爆炸性新闻：我作弊了。见校长没反应，辛小妹又连说了好几遍作弊，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把校长都整懵了。不过得知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这件事，校长又松了一口气。这样的话，想要瞒天过海就不难。辛小妹不同意，她选择坦白，可不是要这种结果。她威胁校长，若是不退收到奖金，就要将这件事告诉校监。校监的确很生气，不过他并不反对校长决定。看到辛小妹这么在意作弊的事情，他们将带到了学校各处，破碎玻璃、荒凉操场。如果他们能够得到那笔钱，就能做很多的事，比如给那些孩子们买一个真的神球，比如给危机室添一台真的电脑。看到大家都用期盼的目光看着自己，辛小妹觉得她大概是没得选了。再说辛爸，他现在是越发变本加厉了，还是带大龙虾去海边散步，带孩子也没见他这么上心。看到脚边有只寄居蟹，辛爸就想着给他当个玩伴，谁能知道这龙虾居然还害怕了。这时船长刚好路过，一上来就劈头盖脸教训辛巴带太娇惯。辛巴可太委屈了，他可是一心想要吃掉他呢。眼见到了误会，船长又说自己开所龙虾学校，可以让他们干点活，独立生活之类的。辛巴一听要把食物送去上学，这还得了，连忙拒绝了船长。很快就到正式颁发奖学基金的那天，州审计人员将支票交给校方后，就该辛小妹发表获奖感言了。就在大家都以为即将完美落幕的时候，辛小妹却表示要说出事情的真相，因为教育的意义就在于此。她把考试作弊的事情和盘托出，说自己不配得到大家掌声，学校也不应该得到那笔钱。在人们的一片嘘声中，州审计人员站在辛小妹面前，你们怎么能责怪这个小女孩呢？你们能坦白的说从没有做过弊吗？她说出真相是需要很强大的勇气的。为了表彰辛小妹的勇气，她还是颁发了奖金，既成全自己的原则，学校也得到了补助，这大概是两全其美的结局吧。然而就在家里人接走辛小妹的时候，却没有发现小新并没有跟随他们离开。州审计人员摘下头套，没想到是奥托，原来这一切都是校长设的局罢了。他就知道辛小妹不会隐瞒真相，所以才在真的审计员来之前演了这出戏。小新也是知道真相的，留下来就是为了操作妹妹善后。回到家后，辛小妹将成绩改成了 F。辛巴正在清洁脏兮兮的地板，看着足迹就知道是辛巴拿着宠物虾的。辛巴很抱歉，表示已经在给他洗热水澡了。热水澡，难怪这么香。辛巴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干了什么。最后，这货一个人含泪吃下了整只龙虾。一段老父亲养龙虾经历，似乎证明了物品的价值，其实在于我们到底付出了多少时间与精力。当对于一件物品倾注全部心血时，它就不再是它本身，还寄托了人的感情。这样是辛巴，虽然刚开始的目的确实是吃，但输入的陪伴与悉心浇灌，龙虾定义也早要突破了食物的概念，而成了辛巴的宠物，家庭的一份子。反之，若是本身就没有花费精力的事物，似乎得到和失去就没有太大的感觉。或许人类追求的并不是物品本身，而自己在这途中花费了多少心血吧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